其實我們發現企業主最危險的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一旦發生了意外的時候，你知道股權是會由所有的繼承人共同持有的。財產的配置或財產的分配啦，其實我們常見有幾個，這些都是可以善用的一些管理工具啦。是。原來台灣超過3000萬資產以上的人有81萬人，這麼多。對啊，但實際上我覺得接下來的我們要面臨的世代不是錢這個要怎麼賺錢，而是這些錢要到底應該怎麼留下來，怎麼規劃。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一鸣律師還有小倩副總兩位好。好。对，我首先想要請教律師，我說錢越来越多，但實際上麻煩也越來越多，对不对？我最近剛好碰到有一個案子啊，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個應該算蠻成功的企業家哦，現在年紀也蠻大的哦。那但最近因為失智的關係，就家裡產生了很多的紛爭啊。因為他在失智之前，他其實沒有對他的財產做任何的規劃，那導致他現在開始失智了哈。他家裡面就開始有一些派系的紛爭哦。那其中有一派的子女把他有點像軟禁這樣子，控制他跟其他親友的往來，然後甚至在只有他壟斷的這段時間，就把公司的股票過戶。那變成說，沒有辦法跟爸爸接觸的這一派的子女，既然被公司解雇，就被排除在公司之外了哦。所以顯然就是沒有規劃，造成了一些遺憾哦。現在就只能補救。面對這樣的狀況，其實有一些觀點可以思考了哦。我想可以分成4個了哦。是。第一個是說股權的結構你要怎麼安排，因為你畢竟要面對傳承的議題哈。對。那孩子適不適合在一起工作，父母親一定最了解自己的小孩了，通常是這樣子了哦。那預先做一些規劃。然後再來是呢，人生的照顧，你人年紀大了哈，那你要怎麼樣子安排你的生活哈，特別是醫療。現在有病人自主權利法，你可以對你的重大的醫療決定預先做規劃。那再來是你也可以透過監護的制度，議定監護的制度，在你健康的時候，你先想一個你最信任，然後最了解你的人，然後指定他做你的監護人。那將來在條件到的時候，就由他來當你的監護人這樣。所以這個跟執行遺產的人是一樣的嗎？不一樣。遺產的部分，你可以在遺囑上面另外指定遺囑執行人。對。那最後就是財產的配置或財產的分配啦。其實我們常見有8項的大的工具啦，比如說贈與啦、遺囑啦、信托，然後必手型股份有限公司，然後基金會。然後甚至是現在比較流行的議題，家族辦公室、家族憲章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善用的一些管理工具啦。是，可是律師很多人都想要把这個財產留給我們最想要留給的人嘛，可是常常都會引起一些兄弟姐妹大戰。那在法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真的是可以指定給某一個人，但是又不出事嗎？這個其實就是法律上面講的特留份啊。那因為那是民法強制的一個規定，所以你當然可以說我給特定一個你最喜歡的子女啊，或兄弟姐妹。那但是因為其他分得少或者是沒拿到的人，他在法律上面有他基本保障的權利，他就有可能可以來主張，而且成的機會還是蠻大的哦。那其實實務上最近最常看到就是那個張榮發的例子嘛，張榮發全部給了特定的一個小孩，那其他人一定會覺得不公平的話，就會來訴訟。其實避免紛爭的方法，其實有一些工具可以用啦。在生前，你透過逐年的生前贈與的方式，在免稅額內逐年送。這是一種方式。那另外一種現在常看到的方式，其實就是信托啦。你把你的資產一部分信托到，例如到銀行去，那銀行就按照你的信托的意志，然後去做那些受益權的做分配，這樣子。那其實某一程度都可以避免掉那個紛爭發生的可能性啊。是，其實我剛剛從那個跟律師講的案例裡面就想到，其實這些大企業家們、資產家們，他們在乎的並不只是賺錢而已，還有分配嘛，對不對？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其實副總應該也有觀察到吧？是沒錯。我可以分享3個我們觀察到的核心的趨勢哦。第一個是最近幾年金管會在大力的倡議財富管理 2.0，主要是要把台灣打造成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這在報章上大家常看到哦。那同時呢，是希望能夠引資留才，因為可以把國際級的私人銀行引進國內，讓台灣的金融跟國際接軌。那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透過家族辦公室，然後能夠把台灣的財富管理升級成為這個家族治理啦，然後股權的分配，還有跨世代的傳承，來因應這個新的市場需求。团队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
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看到高產客戶他財富累積的速度很快，有沒有發現台股現在飆漲，對吧？AI 科技的這個推進也增溫了。有一個專業的報道指出來就是說擁有1億以上資產的客戶在台灣，在2025年12萬人，到了5年後大概成長到15.5萬人，那整體的財富的規模會上升到台幣59兆。這麼高是的，對。那這些很多都是早年的時候在國內或者是海外布局打拼的這些台商，那這些企業主大概也都超過了60歲以上，所以也到了落葉歸根的時候。那根據統計呢，大概有74%的高產客戶他都有海外的資產。因此呢，它除了有國內的股票啦、企業的股權啦、等等，可能有海外的不動產啦、海外的資產，因為比較複雜，所以就很需要一站式的盤點啦，或者是整合，還有規劃。那這樣的需求呢，其實也可以追溯到2019年那時候我們這因應全球的反避稅的制度那政府就鼓勵外資趕快從境外資金流回台灣從那時候可以觀察到，那遠東商業也是在那個時候發現到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因此我們在2020年就開始成立了家族辦公室的團隊。第三個就是我們看到客戶的焦慮感轉變，以前的創業者關心的是如何獲利，那他們現在關心的焦慮的可能是如何接班根據統計，大概有87%的台灣企業都面臨2代接班的挑戰，但是有54%的人完全沒有接班的計劃。那剛剛律師有講到的，那萬一你這個核心決策人發生了健康啦、意外的時候，很可能就會落入企業的人才斷層，而且經營權的紛爭就起來了。所以怎麼樣子利用專業的架構，然後來建立防火牆，像是剛剛律師有提到了成立的這個閉鎖型的公司啦、家族的憲章啦、家族的會議，這些都是 Family Office 家族辦公室它所服務的項目跟範圍。因此怎麼把個人、企業跟家族的資產做整合，它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剛性需求。那副總其實在這個剛剛有講到家族辦公室嘛，那銀行這邊可以提供怎麼樣這個實質的一個幫助嘞？是，其實很多客戶就跟我講說，張副總啊，我知道要傳承，我知道要早點做稅務規劃，聽了很多的建議，不過千頭萬緒，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我的建議是，第一步就展開一個全景式的資產的藍圖那我們的家族辦公室會提供5個步驟來幫助客戶那第一個就是建立家族辦公室的制度，我們的專家團隊呢是囊括了稅務啦、不動產啦，然後信託、理財、保險各個跨領域的專家。那我們同時也跟外部的專業的律師啊、會計師合作，希望把比較複雜的資產整合跟法律稅務的問題放在同一個平台上面來解決第二個很重要的全景式的資產的盤點，因為現在的不管個人企業主他們財富的形式很多，境內境外的資產都有嘛唯有你看到資產的全貌之後，你大概才可以找到它的痛點或者是盲點那第三個就是資產的重估，還有專業的策略規劃那我們發現很多的企業主，他覺得他賺錢，他不知道他公司的淨值現在是多少。那我們會幫助客戶做股權的一個計算因為呢，台灣的人很愛有土斯有財很多人不管個人、公司的名下都有不動產，然後還有土地。那你知道嗎？在2025年的土地公告現值它的年增率就高達了 4.88%。那過去5年來土地公告現值大概就漲了15%到16%。那一漲之後，你沒有土地估算的時候，你對於你計算贈與稅、遺產稅或者是預留稅源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叫財富的防火牆。對，因為我們發現很多的企業，它個人資產跟公司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從遺產稅的角度來說個人的稅是用的是民法，企業是公司法啦所以這個要梳理來釐清。所以家族辦公室除了來幫助客戶做個人資產的傳承，也會幫助企業做股權的分配，希望讓第一代能夠順利的交棒給
第二代可以持續經營，對，或者是說也可以及早的來布局，說如果你要退場的話，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因為企業經營有變動的時候去影響家族或個人他的生活品質或者是繼承。是，那當然最後一點最重要的這個執行和持續的監控，家族辦公室強調的不是只是給一個解放，而是真正的執行它，不管每一個規劃每一個制度都希望能夠落實哦。那當然我們會隨時來看法規有沒有更改的時候，就可以定期的檢視，再把資產管理的方案做一些調整。是，可是小健副總講很多方法跟策略，可是我比較想知道，其實我發現高資產的朋友會有2種問題，一個是傳承的問題，這個比較像是法律的問題，另外一個是稅務的問題。所以在銀行方面有沒有真正幫助過實例呢？好，我來分享一個典型的台灣隱形冠軍。我們有一個客戶，年紀大概70歲，然後跟太太呢大概打拼了40年，公司經營得很不錯 ，EPS 有4塊錢。他也是我們往來很久的客戶哦。那在我們這邊做投資理財哦，不過很少提到公司的事情。那在3年前的時候，我們就邀他參加一個叫股權信託的說明會。聽完了之後，他就主動的來找了我們的家族辦公室哦。那我們經過幫他做全景式的資產展開之後，發現了有3個隱憂。第一個就是幫他做一個深度的健康檢查。一樣把境內境外個人然後公司的這個資產全部展開來，那其中就是剛剛講的他早年取得的土地這一塊，我們幫他做土地的重估，利用股權鑑價的3種計算方法幫他計算出來，結果呢他賬面上40年前取得的土地10億，你知道變成多少嗎？3倍，哇，變成了30億。那你知道，如果不及早規劃的話，很可能到時候繼承人是沒有辦法繳出這個巨額的這個遺產稅的。所以第二個呢，我們就開始問他選定接班人，跟做股權的分配跟集中哦。其實我們發現，企業主最危險的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為什麼？一旦發生了意外的時候，你知道股權是會由所有的繼承人共同持有的。如果是配偶、子女意見不合的時候，它就產生了經營權的一個分裂。那因此呢，這個董座呢，後來就思考了一下，他就在3個小孩當中選了一位跟他經營理念比較像的小孩，決定交棒給他。那當然，股權會比較集中在這個接班人的身上。那另外的2個小孩還是有比例比較小的股份，因為他們仍然可以 enjoy 這個公司的一些獲利股利哦。那第3個當然就是開始執行我們的傳承的一個計劃了哈。第一個最重要做的是要趕快及早的做分年的贈與哦。為什麼？因為免得他的土地因為開發之後暴增價值，然後影響他公司的淨值哦。因此就利用每人每年有244萬的贈與免稅額，然後由父母雙方一起逐年的贈與。當然速度太慢的時候，也可以用適當的超額贈與來完成啦。那因為經過這樣子的調整之後呢，第2件事情就是剛剛講遺產稅可能很多，所以就要重估一下他應該可能繳稅的金額，預留稅源。這個部分我們就利用了信託，利用了保險來幫他做。同時爸爸媽媽很重視公平哦，記得嗎？接班人股份比較多，对，另外比較少，所以就把其他資產也重新做一些分配，做一些補償。是，那最後一個就是因為這個接班的兒子其實已經進廠，因為這個客戶是汽車零件廠的創辦人已經進到工廠來工作，不過時間比較短，也不懂得管理，所以我們也透過相關的外部的合作的單位，然後帮助這個接班人能夠接受這個管理上的一個培訓。不過我很好奇啊，如果是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話，來避免未來的爭產或者是稅務爭議，2位會建議從哪一步開始？我覺得3件事情，第一個呢是觀念，第2個是信任，第3個是執行。觀念，因為我們一定會從各式各樣的場合都會聽到說，要做傳承包含今天我們在節目上談的也同樣的嘛。對，就觀念要有，你要知道說你可能会遇到什麼風險，那所以你就會知道說，你要選擇什麼工具啊，先做好必要的規劃。再來信任，我覺得這一點大家可能想的比較少。第一個是建立家人之間的信任，第2個是建立跟專業團隊之間的信任。家人的信任是你要做這個規劃，你要家族內部要先溝通，大家知道說，爸爸媽媽可能預先要怎麼分配，有一定的共識，就比較不容易產生紛爭。再來是跟專業人士之間的信任，我今天要把財產攤出來給這些專業人士看，
哇，這個搞不好太太都不曉得你有藏私房錢，今天要跟你的律師跟你會計講說我在哪裡有多少錢哦，所以你要有信任感，事情才能夠落實。那再進來第3個要實踐嘛，你有觀念有信任以後，你這些事情你真的要一步一步做。那做這些事情呢，不要忘記一定都會有成本，包含專業團隊的成本，但是這些成本啊，其實是你在達成你傳承的目的下面你必須要一定要了解可能要付出的部分，而且這個也是有助於你的目的的達成一個很不可或缺的部分啊。对。那副總呢，你自己看呢？我非常認同陳律師專業的見解哦。那以我們過往的經驗，我想最重要就是趕快開始做資產地圖的全面的檢視。因為就像我講的，因為你如果對你的資產有個全貌之後，你才能夠真正提出一個 total solution，包含可能要建立防火牆啊，可能要做家族的憲章啊的制定，或者是找到最好最合適的這個解方。那另外我也想提，跟剛剛律師提的很像，就是家人的參與跟對話。我們發現第一代好像以前很不習慣，也不知道怎麼跟第2代跟家人去做對談跟溝通。那這時候家族辦公室就可以扮演一個很好的橋梁，因為他們是客觀的第3人，又是專業人士，他們可以協助啟動我剛剛前面講的家族的會議，讓家人們第2代們大家一起面對面的來做一些溝通。那有時候反而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或者是達成一個共識，那這樣也可以減少未來可能的紛爭，或者是也可以幫忙釐清，或者是避免你知道跨世代他們在觀念思維上面的一些差異。是，其實我發現現在很多銀行都有在做家族辦公室。所以我們要斗膽問一句，遠銀跟其他地方哪裡不一樣？遠銀的家族辦公室呢，希望是以客戶的體驗為一個出發點，那我們希望達到一個3W 的品牌的願景第一個Wealth 講的是財富，我們仍然會堅守財富管理的職責跟使命能夠將個人的理財規劃升級到資產的整合、家族的治理跟跨世代的一個傳承。那怎麼做？剛剛前面講了很多，就不再贅述了那第2個是 Well-being， 它意思是幸福這個跟我們長期在經營的遠銀時樂的品牌價值是互相呼應的。那遠銀的時樂品牌就是要帶給客戶10種快樂，這其中5個呢，就是我們的優質服務，包含了財富管理啦、房貸、信貸啦、信用卡跟信託。那另外5個快樂呢，是因為我們發現很多客戶這個忙碌了一輩子，累積了財富，可是往往忽略到了他的生活跟生命中的快樂和豐富。那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各種的品牌活動，邀請客戶和家人一起來體會知識、創意、音樂、藝文跟公益的美好。然後在他們擁有財富的同時呢，也同樣的可以 enjoy 到真正的幸福快樂。那第3個就是 welfare， 意思是社會的福祉。那這個也是同業很少提到，不過這個是國際的私人銀行跟家族辦公室的核心項目之一，也就是慈善公益。那我們發現很多客戶就說，當我有了財富、事業有成的時候，其實我內心很渴望可以回饋社會，可是因為太忙碌了，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也因此我們就為客戶打造了慈善信託的平台。那我們結合了很多專業的，如團體像是樂齡的陪伴啦、弱勢的扶植啦、音樂、教育啦、藝術等等的這些領域我們會用一個本金自益、知悉他益的信託架構協助客戶把家族的財富轉化為對社會的影響力，那也把這樣子的一個利他的精神納入家族的文化裡面，永續的傳承是。那在這樣子客戶乘坐在信託的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了非常多感動的故事，那希望有機會後續再來做分享。所以遠銀的3個 W 的願景就是第1個 Wealth 財富，第2個 Well-being 幸福，第3個 Welfare 社會福祉。剛才在聽無論是一鳴律師還是小金副總在聊的時候，我就想到了就是塔木德猶太人的家族傳承跟宗教經典裡面講到，資產運用的方式決定人的幸福跟不幸所以呢，我今天我聽一聽，覺得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好好思考，要怎麼樣去規劃去傳承這樣子的財產。今天非常感謝2位，謝謝。